我有一套房啊，给邻居换一块老银元。我邻居说清洗干净了，至少能多卖2倍的价格。有些银元啊，清洗之后确实能拨分多卖钱，但是用一套房换的银元应该是不得了。来，我看看啥来。确实是一块非常漂亮的银元啊，而且还是一个好版。我这洗了之后啊，我看着更加漂亮了。你说的那神秘，我还以为是啥银元嘞。这个是9年的袁大头，确实是一个好版酒精。这用一套房子换，那你图的是啥？我家的那2块瓦房不值钱啊，大概啊也就是1.8万块钱吧。哦，正好我家里也没有老银元，换回来一块玩玩。那2间瓦房都那便宜了吗？农村的老房子，再是农村的房子，换了一块酒精，你这心也够大了哈。确实是一块清洗过了，不过你这个发丝还好，哎，你这清洗的还算干净，好在这个底板没伤着底板，洗干净啊，能翻2倍的钱，在你这个酒精上面并不实用。不对啊，那个邻居说的银元上面带褒奖，好像去评级干什么的都不会给分啊。像这种干净一些的反而贵。那对啊，其实这个银元贵与不贵啊，主要是看它这个板洗干净啊，或者是带不带褒奖，你这一块都增值不了多少钱。话又说嘞，给你一个50分，这又能咋着嘞？什么咋着啊？我都在网上找专家看过了啊。这一块银元现在值5万。啥？以后越放越值钱。5万？你开啥玩笑啊？真值5万的话，那邻居会拿这个换你的那个1.8万块钱的房子吗？你这都不用想，天底下没这等好事。因为这个银元啊，存世量有限，越放越值钱，具体以后值多少，它是一个未知数。网上专家的话，你白信都对了。你们都是同行，他估的价，你瞧不上也很正常。那今天既然给你拿过来了，你给我看看到底能值多少？其实我们俩估价相差会很巨大，一般像这种袁大头比较常见。你这个虽说带一个板，但是并不是什么值钱的大板，因为酒精它这个板啊，虽说是袁大头里边最精致的一个年份吧，但是要想做到真正的值钱啊，只有2种可能，要么它这个发丝啊是满发丝。必须得是那种钢丝发的，哎，不是顶级酱材，就得是那种顶级远光笔，不然的话很难上5位数，甚至高分才能上6位数。那我这块银元洗了，你这样说，那不洗的话，应该就是那种带酱材的呀。那你即使没洗，也不会是那种带酱材的，你太不了解这个酱材褒奖了。酱材褒奖啊，别说你这种小白洗了，就是那个壁面上的褒奖，它根本就洗不掉。你看你这个酒精。压根儿就没伤着底板，只能说壁面褒奖啊是那种带剥锈的，而且银元想卖高价，状态必须得是顶级的。就说你这个发丝吧，因为9年精发主要是看它这一个发丝定价，你这个发丝不是啥钢丝发，可以说是满发丝，综合状态而言的话，大概2000多块钱的样子。啥？才给2000多块钱吗？对。这价格给的也太低了吧！我这好歹一套房给邻居换回来了呀。我们给你参考银元的价位和你在哪里来的啊没任何关系，我们只看具体实物的状态和版，因为银元分版分的现在比较清晰，目前大概也就这个样子吧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我这块银元现在也给清晰了，我邻居肯定给我换回来啊。对啊，那我这不是上当受骗了吗？那你这暂时算吃个亏吧。基本上银元最忌讳的其实就是清洗，因为你这一清洗的话，就相当于是改变了它这个外观，和原来不一样了。这个是玩银元最大的忌讳。那我有可能没上当。人家网上都说了5万一个，看来啊，应该是你不识货吧？那行，那你再找别人看看，再转转，多问问。好。这个是俺乡亲对象送我的3银元才认识2个星期，我也不知道值钱不值钱，你给我估价，看看俺俩合适不合适。才认识2星期就送给你3块银元，我感觉这个出手挺大方的。一块29年的极厚点儿，壁面状态全身打，一块四川大汉和一块9年老包浆老味道。这个男女相亲见面谈对象，送给你银元，就说明啊他对你有意思。你们俩谈的怎么样，合适不合适，只有自己知道啊。哎，我也不怕你笑话，我今年都30多了，而且还是个2分。现在谈对象不比年轻的时候了，满脑都是什么爱情啊。我现在主要是讲究的是一个外在的物质。说白了就是男娃他就要跟得上。
哦，也就是说手里必须得有钱，我不想找一个条件差的，因为我要身材有身材，要容貌有容貌，反正就是不想将就。哦，所以啊，相亲之后啊，必须男方啊要有拿得出的东西，最少送我的东西得值点钱才行。你我作为过来人啊，两个人结婚之后，手里边必须有钱，它不是重点。其实结婚的目的就是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。首先啊，这个三观得正，最起码，他知道疼你，人品要好。结婚之后知道努力工作，尤其是对你这样的二婚而言，你也不希望重蹈一婚的覆辙。只要你们俩看对眼儿，只要他对你好，与我差不多，就行了。我这个相亲对象感觉挺老实的，就是没有俺闺蜜的男朋友挣钱多。我总感觉我们之间还差点啥。这个人和人啊，绝对不能攀比。只要你感觉他实在，知道疼你，你根本不用拿他去和别人比。有时候攀比啊，容易迷失自我。才认识2星期，人家就送你3银元，足以说明啊，他没拿你当外人。说到这3块银元，我闺蜜说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值钱，好像说大概就是100多块钱的样子吧。我闺蜜还准备跟我要着一块玩的。100多块钱可买不来啥银元。就拿你这里边最便宜的这个四川大汉来说吧，这个银元放去年最高价的时候，这都是30千块钱一个的比重。它不是我们河南本土的银元，我们河南本土啊就发行过100文、200文的铜板，在过去10个100文。他这个河南铜板才能兑换一块四川大汉，他这个典型的呀是四川的军阀币，之前没操作上去的时候，他这个币种啊在四川本地存世量还是挺大的。你看你这个老味道老板讲，币面整体状态还不错，带来一个小板2毛啊。目前这个状态而言的话，能给到你2000左右吧。这个最便宜的能给2000。对。幸亏我没有送给俺闺蜜啊，原来她是变着法的想赖我的银元啊。正好你也没有给她，只不过是你不懂价值而已，不存在耍赖之说。还有另外一块29年的北洋龙，但凡是挂着这个龙阳的银元，它这个价格都没有便宜了。人家好歹啊也是一块大清朝发行的，相对年限来说时间更长一些。29年比34年的北洋龙发行的要早。发行量上来说并没有34年的北洋龙多，但是它现实市场价却相差无几。你这个好就好在这个笔面状态不错，龙鳞看着少许啊有一些流通痕迹，而且还是一块极厚点它只是29年北洋里边的一个板而已。字面来看的话，你看它这个满纹全身打，确实状态挺喜欢人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呀就是边齿有磕碰这个市场价在3000左右吧。这一块又给3000毛，对，啥都别说了。我对象好像家里有几百块的。听你这样一算啊，这不是妥妥的一个土豪吗？如果家里边真有几百块的话，那按现在市场价来估算，确实是一个妥妥的土豪。你这还犹豫啥嘞？二婚遇到这样的家庭条件，正好还符合你的预期，千万不要再和别人攀比了。人无完人，差不多就奔着结婚去就行了。你说的对，这3个听完我现在我就卖了，我看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，别忽悠我了，拿我别开心就行。你这也太逗了，咱收银元都是实打实的，银元价格很透明，童叟无欺。我给你细算一下吧。可以，好。